摩根大通 CEO 戴蒙在其18年任期内，首度宣布这一计划。而不久前，他抨击美联储的预测100%错误，并敦促人们对明年的前景保持谨慎。另外，华尔街投资先驱表示，美国强劲的经济恰恰说明衰退即将到来。他警告明年衰退的概率高达50%，并称不要投资这些资产。最后，我们观察到这位知名经济学家警告，这份好数据难言美国经济已过万重山，但2024年前景仍不确定。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在担任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18年漫长而动荡的任期中，杰米·戴蒙首次决定，是时候抛售这家大型银行的股票了。根据周五的监管文件，从明年开始，戴蒙和他的家人将逐步抛售该行100万股股票，价值约1.4亿美元，目的用于财务分散和税务规划。外媒报道称，这是一笔意义重大的交易。在戴蒙任职期间，摩根大通的股价上涨了250%以上，帮助这位高管成为了亿万富翁。当然，戴蒙称这一切都是预先计划好的。摩根大通在声明中表示，戴蒙仍然看好公司的前景，并且对公司持有很大的信心。但是，金融博客林对冲注意到，他抛售股票的时机非常巧妙。就在不久前，戴蒙强调，大约18个月前，各国央行的金融预测100%错的离谱。这一事实应促使人们对明年的前景保持谨慎。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峰会的一个小组会议上，这位银行家呼吁各国政府和央行更加谦逊。据多家媒体报道，戴蒙表示，为各种可能性和可能性做好准备，而不是采取一种行动方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Thorsten Slk 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不仅美联储经常犯错，市场对于美联储在下次 FOMC 会议之后行动的猜测也几乎总是错误的。正如 SLK 指出的那样，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误差的均值回归是多么惊人。当利率较低时，市场会系统的性定价美联储将很快加息；当利率处于高位时，市场又会系统性的定价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是降息。也许美联储会在明年夏天降息，也许不会。他警告说，目前投资者应该计划让利率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水平。林对冲质疑，这样看来，戴蒙抛售股票真的只是巧合吗？戴蒙抛售股票的举动是否表明他对美联储是否有能力引领经济躲过即将到来的滞胀风暴缺乏信心？戴蒙此前表示，财政支出比和平时期任何时候都多，人们有一种央行和政府无所不能的感觉，认为他们可以管理所有这些风险。美国经济刚刚经历了自2021年以来最强劲的一个季度增长，但对投资先驱罗伯·阿诺特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乐观的消息将持续到新的一年。尽管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分析师已改变看法，认为短期内美国不会出现衰退，但这位 Research Affiliates 的创始人、聪明贝塔投资教父却不那么乐观。人们会说，经济衰退不是从经济繁荣开始的。阿诺特周四对 CNBC 表示，这不是真的。经济衰退总是始于繁荣的经济，这是经济见顶和崩盘的本质。彭博社的最新调查显示，预测者认为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几率约为55%。在阿诺特看来，最近债券市场的波动表明投资者有理由保持谨慎。尽管迄今为止股市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在任何一年经济衰退或熊市的正常风险都在20%左右。阿诺特补充说，我想说明年发生衰退的概率大约是50%。当被问及他的预测是否意味着投资者应该购买债券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他承认现在的债券比收益率较低时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他警告称美国成长型股票很脆弱。阿诺特说，存在一些不利于成长股但有利于价值股的因素，其中之一是相对估值。
当成长股和价值股之间的估值差距变得非常大时，如果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任何均值回归都将对你有利。他说，持续的通货膨胀也利好价值型股票而不是成长型股票，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大的安全边际。高通货膨胀也会令债券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长期增长的贴现率更高，最终将降低成长型股票相对于价值型股票的价值。尽管第三季度美国 GDP 数据热得爆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脱离困境。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 GDP 增速达到 4.9%， 为近2年来最快。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经济学家 Mohamed El-Erian 表示，虽然这是经济走强的迹象，但现在还不是摆脱衰退焦虑的时候。他表示，我们不应该把这看作是一切都结束的信号。我一直反对2023年我们会出现经济衰退的观点，但我有点担心2024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不断上升的赤字和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以及通胀率接近 4% 的经济。但强劲的零售销售数据和井喷的9月就业报告使许多投资者转向了不着陆的阵营。El-Erian 说，虽然 GDP 数据强调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但高利率正在影响经济的各个角落，这是需要注意的。他说，首先，储蓄减少这是一个大问题，其次，利率市场确实存在问题，是对经济活动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10多年里，美国借贷成本一直处于接近于零的水平，这通过鼓励贷款和保持市场流动性来推动经济活动，并有助于推高资产价格。现在美联储的加息推高了整个经济的信贷成本，市场已经对这一变化做出了反应。抵押贷款利率已经突破几十年来的高点，商业房地产市场正在颤抖，政府将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利息来偿还巨额债务。美联储加息的另一个影响是债券市场的崩溃。El-Erian 将其描述为无毛，并认为美国国债市场正在失去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由于预期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债券市场最近几个月出现了历史性的抛售。本周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来首次突破 5%。 地缘政治动荡通常是投资者涌入美国国债市场的一个典型原因，但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尽管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但最近几周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他说，考虑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没有看到人们对质量和安全的追求。美债应该是避风港，且应该已经因此受益了。但现实情况是，今天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比最近这场冲突爆发前高出了整整70个基点。El-Erian 此前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你怎么看，全球最重要的基准市场正走在一条不可预测的道路，目的地不确定。他警告投资者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债券市场具有弹性。他总结道，有2件事已经出现并将持续下去。美联储是净卖家，而政府发行更多债券。周三的5年期美国国债拍卖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谁会买？买家的问题不会很快消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